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九哥。在人类与外星文明接触深浅程度，共分有6类。第4类接触者的意思就是与外星人有心灵感应，而且能够近距离肉眼看清 UFO 的一切特征。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第4类外星文明接触者的真实案例。Billy Meier 1937年2月3日出生于瑞士苏黎世，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却是 UFO 史上的一位传奇式人物。他从5岁开始便和来自昴宿星的外星人有了接触。外星人不仅给他讲述了关于外星文明的许多知识，还带他到地球之外的星系去旅行观察，并且拍下了1000余张飞碟照、地外星球和 NASA 太空船在空间站运作中的照片和录影。他和外星人的谈话记录都用文字逐字记录了下来，文字多达3000多页的笔记，里面的内容涵盖了天文、考古、科学、预言各个层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而人们却只当他是个疯子。多年来，他一直是军方监视、恐怖分子暗杀的对象，因为他揭发了太多不是普通地球人会知道的事情。如今他的那些照片、录影等证物一直还在被研究中，专家试图找出造假的破绽，但直到目前都找不出哪怕一点造假的痕迹。但是还有许多人指责他是世界巨骗，但是只要你真的去看过他的记录内容，你会发现那些说他是骗子的传言都会不攻自破。对于一般来说和外星人有接触过的案例，由于缺乏证据，只能凭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还原事实，真伪难辨。而 Billy Meier 的接触事件堪称人证物证俱在，无论是接触的时间长度和他所经历的接触广度，都是史无前例、不可替代的。事件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因为他记录的信息涵盖的资料内容过于庞大，所以今天我只能以非常简述的方式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Billy Meier 的神奇事迹。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想要更详细的了解，我会把一些我自己找到的资料放到介绍栏和留言区中置顶，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一探究竟。Billy Meier 在1942年5岁时与一位名叫 Svater 的外星老人发生了第一次接触，接触持续到1953年。1953年至1964年，Meier 继续同一位名叫阿斯凯特的女外星人有了接触交流。在阿斯凯特的指导下，11年的时间里，Meier 去到了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旅行，在旅行中提升能力和精神探索，之后接触中断了。在1965年8月3日，Meier 在土耳其伊斯肯德伦的一次车祸中失去了他的右臂，成了一位独臂人。直至1975年1月28日，中断了10年联系后，再次开始与 Svater 的孙女名叫 Sam Jess 有了接触交流。Meier 描述这些外星人长得有些像北欧人种，称为 Pergelon， 来自于昴宿星。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 Billy Meier 不是就靠嘴巴说说而已，他有数千张展示外星太空船的照片和录影。他说这些照片和录影是在外星人允许的情况下拍摄的，他把这些照片和录影作为外星人访问过地球的有力证据。1975年 UFO 研究员 Wendell Stevens 通过 Meier 得到了一块外太空晶体制造飞船的金属材料。据 Billy Meier 说，这块物质是 UFO 飞碟7段提炼锻造过程中的第6阶段金属样品，是外星人给他的金属材料样本。之后史蒂文斯把这块材料给到了一位名叫马塞尔沃格尔的化学专家做研究。马塞尔沃格尔是 IBM 公司12位资深科学家之一。在他后来回忆中说道，当我用一个不锈钢探针接触到那个金属物时，它会有红色的条纹出现，随后外层的氧化物就消失了。我只像这样接触它，它就开始出氧并变成一个纯金属。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这真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在这份金属样品中几乎包含了很纯的银以及很纯的铅，加上钾、钙、铬、铜、氩、溴、氯、铁、硫及锡，并含有地球上罕见的元素钋。这个混合物几乎包含了周期表中的所有化学成分。沃格尔这样说道，每个成分都相当的纯，每一种元素与其他元素结合在一起，但是又各自保有自己的特性。在地球上无法将已知任何物质如此结合在一起。然而在这不久，这块神秘的金属物证却神秘地消失在了实验室中，但是当时的研究金属物件的照片和资料还保存在实验室中。这个事件导致 Billy Meier 事件更加扑朔迷离。Meier 拍摄这些相片和视频
都是使用老式奥林巴斯35mm相机和8毫米的底片摄影机拍摄的。大量清晰的飞碟照片是外星人与迈尔协调后拍摄的。当时 NASA 及各方专家用最先进的仪器验证，得出结论是毫无作假或修改的痕迹，而用现在最新的科技检测仍无法证明造假。可笑的地方是，反而在民间网上众多质疑者找出一些照片指证说是假照片，然而官方却没有出任何有力证据指明有造假的嫌疑。根据迈尔在他自己的纪录片《接触》中说道，他首次与外星人真实面对面接触开始于1975年1月28日，很多的接触时间发生在白天。外星人通过心灵感应通知，独臂的迈尔艰难地骑着小摩托车携带照相机前往目的地，后来逐渐改为晚上。关于心灵感应，他解释，心灵感应的现象就像被子弹打到似的，像一阵冷风从你的额头通过，这感觉非常非常微弱，然后在脑中震荡，这时感应信号就出现了。它可以说像一幅即将出现的景象，也可以说像一种声音，这种感觉无法用任何文字来形容。总之，它就是一种有信息的声音。这些外星访客据说是来自于昴宿星团的另一个维度。这些外星访客在大部分的接触中给了迈尔一种更有趣的证据取样，包括清晰的照片、影片、高频的飞船声音录影，包括对着树木临时试验的激光枪，以及金属样本。外星访客还给了他某些信息与意识提升的使命，他也愿意担负起这份使命，但是却遭到了大量的蔑视和嘲笑。此外，他还曾被企图暗杀过21次，有些暗杀是来自于敌对的外星势力，后来这些外星势力被他外星朋友的介入所击败。迈尔的案例中，一些最重要的证据是来自于大量有争议的 UFO 照片，这些照片录像空前清晰写实，震撼人心，拍摄的飞碟金属质感极强。这些照片里包括了在瑞士乡村的太空船照片，阿波罗联盟号在太空中接轨的照片。支持者坚称这些高清晰、高品质的照片是一个独臂人所无法伪造的。批评者则认为迈尔的照片就是自己经过精心制作的假照片。一些批评者更是拿出类似造假的照片，指认迈尔的照片是翻拍自科幻小说、图画和电视节目，而迈尔自称这些照片已被情报机构，比如黑衣人等，对他的原始照片动过手脚，目的是为了使他的 UFO 证据失信。之后有专家为了尽可能的进行对比分析，他们自制了一个 UFO 模型，然后加上钓鱼线，带着 Billy Meier 一起用他的相机拍摄了相同角度和距离的照片，然后拿去冲洗后，用显微光密度计分析研究得出，用鱼线模拟拍摄的 UFO 照片，它的距离和景深对比完全不真实，根本无法和迈尔自己拍摄的飞碟照有可比性。那么今天我就将部分 Billy Meier 对外公布的资料展示给大家看一下。至于大部分多达3000多页文字的宇宙编年史，其内容过于复杂和庞大，就不在这里一一叙述了。1975年7月17日，第31次会面，外星人 Sam Jess 对 Billy Meier 指出，地球不是一个正圆球体，它总是腰围粗粗的，整体是个梨形。因此，若从地心量起，珠穆朗玛峰并不是世界第一高峰，南美洲厄瓜多尔的钦伯拉索山才是世界最高的山峰。这个说法在1996年得到了科学验证。1996年，科学家通过人造卫星测定，地球既不是标准的球形，也不是标准的椭圆球形，而是一个南大北小、中间鼓的梨形。所以，假如世界最高峰的决定不是从海平面算起，而从地心算起的话，位于贴近赤道地区的钦伯拉索山的顶峰才是距离地心最远，因为钦伯拉索山顶峰距地心的厚度为6384.10千米，而珠穆朗玛峰距地心的距离为6381.95千米，比钦伯拉索山少了2.15千米。1988年，昴宿星人在 Billy Meier 院子及家中展示了他的激光枪，但是外星人要求不要拍摄他的面部。我们可以看到外星人的一头长卷发，与人类一样的有5个手指，外面穿着金箔一样的外衣。有怀疑者当年跑遍了周围所有的服装店和玩具商店，均找不到类似的金色服装和枪支类商品。为了显示激光武器的威力，外星人在一片小树林中向2棵树射击，把树打穿，形成了一个洞，树被严重烧伤，击穿的洞口呈椭圆形，直径10到12厘米。这个树洞在往后的研究中发现，
并不是靠电钻和任何机械物可以做到的。能在倾斜的树枝中留下如此均匀的烧痕，即使费尽心力去配合，也无法造成如此完美的一条直线。在1990年4月26日接触中，外星人涛说黄种人里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自于同一个名叫库德热的行星，而库德热的行星位于尼桑星系中，在银河系的另一边，而中国人是库德热行星上名叫奈腾的部落，日本则为名叫尼佩尔的部落。意思就是说，两个种族是住在同一个行星上，只是不同的两个部落，所以两者长得几乎一样，只是文化领域不太一样。在1987年2月28日接触中，外星人凯特嫂与迈尔对谈中提到，恐龙灭绝的真正原因是地球在6500万年前有一个巨大的太空物体撞击了地球，因此造成了地球几乎所有主要生物灭绝，只有一些小的生物能存活下来，体重最多在10到12公斤。1980年，科学家首次提出地球有被陨石撞击导致恐龙灭绝的假说，但是具体的撞击时间一直还是一个谜团。之后直到2012年，古生物学家保罗·奥尔森与地质学家丹尼斯·肯特才明确对外公布陨石撞击地球时间为距今6500万年前发生。巨大的陨石带来了灾难、海啸、火灾、气候巨变等，造成了恐龙的彻底灭绝。
上视频中所展示的照片，早期的时候网上还可以找到比较高清的版本，不知道什么原因，目前能找到的资料照片已经被做成了黑白模糊处理，这又成了另一个谜团。也有人去调查发现，比利·迈尔冲洗的那些照片每次都在镇上唯一一家冲洗店冲洗。从调查这家照相店发现，比利·迈尔给的胶卷里面所有的照片没有任何报废的照片，每张都是真实可用的。那么一个独臂老人如果要造假，究竟如何可以让整个胶卷拍的那些飞碟照可以一次过关呢？毕竟这些照片是在不同地方拍摄的。据当年调查冲洗店员工回答说，比利·迈尔来冲洗照片的时间相隔也没几天，有时候他当天冲洗完后，第二天又会带着新拍的胶卷来洗照片。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而且数量之多，工程之大，就算是有几个人的团队也是无法完成的任务。更何况在70年代，那些编辑图像软件都还没有诞生，一个小学文化的独臂老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更何况50多年过去，也没有找到哪怕一位有和他一起合伙造假团队成员的存在。也因为质疑和谩骂声太大，在90年后，比利·迈尔就开始不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再述说他的经历，改为彻底沉默。所有有兴趣的小伙伴，如果要看真实的内容的话，就尽量去看90年之前比利·迈尔对外公布的资料。经过很多真实的图片资料已经在网上销声匿迹，目前网上充斥着大量假文章和图片，以博取流量，所以大家在查找资料的时候一定要辨别真伪。最后九哥希望大家不管信与不信，都不要再去打扰这位已经86岁高龄的老人了，让他在最后的时光里有一份安静的生活，能够安享晚年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继续分享自己的看法，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